你身上断了几根肋骨，医生说需要静养。那这个就是对我的关心了。你现在是一桩黑帮案的嫌疑犯，我需要等你伤好了以后，亲自押你去警局做笔录。那个滋哇乱叫的人呢？他叫吴楚，之前是唐帮的打手，抓到他之后才发现身上背着跨省的命案，现在人在鬼山监狱，等着外省的警务过来接他。这回答你满意了吗？好，现在换我问你问题：为什么拿我的警员证去海府？为什么非要找吴楚的麻烦？陈警官喜欢听谎话吗？没兴趣。那就别问了。陈探长，怎么了？查到浮尸的身份了。死者白云观道士刘金星，号称是江城的送子半仙。据说此人能够预测乾坤，颠倒阴阳，改变腹中胎儿的性命，简直一派胡言。我知道这都是封建迷信，但只要是吃了他给的药，产下的孩子都是男孩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在江城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，所以那道观的香火一直都很旺。一颗送子丹巅峰时期也是被炒到了千金难求呢。既然知道了死者的身份，豆子，你去查查死者有什么仇家。是。还有，想办法找一些刘半仙卖的药来，找子仁分析一下里面的成分。我倒想看看这仙丹到底是怎么炼成的。袁不解先生，我可以进来吗？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我是费了一些功夫才找到你在这儿的。也不知道给你带些什么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啊。袁先生，谢谢你。我听我父亲说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现在……没什么。袁先生，你需不需要调到更高级的病房呢？我可以找人帮忙。不用。真的没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白小姐，你真的不用把我当成什么恩人就行。我不过是想赚点钱买些酒喝。袁不解，别给脸不要。袁先生，今天就不打扰了。不送。对了，袁不解先生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记得你，你是个很好的舞伴，真希望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和你共舞一曲。你还是饶了我吧。白小姐，成分验出来了，不过是些安胎的寻常中药，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。
他是如何确保每个吃仙丹的产妇都能诞下男婴的呢？豆子，怎么了？又死了一个。陈探长。又一个。死者的主动脉被切断了，应该是利器所致，一刀毙命。从尸体的僵硬情况和血液凝固情况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半夜。如果说天灯案还算得上是偶然为之，那这次就的确应该是一人所为。你这是在找什么呢？你们看这些稻草，像是被人移动过。昨天晚上在这儿的，不止死者和凶手两个人。这个人的身份确定了，他叫王招娣，是个产婆，因为常年给产妇接生，所以这儿的人都认识她，都叫她王婆。是个产婆。对。病人长时间溺水，导致脑部缺氧，现在又高烧不退，脑损伤可能会逐步加重，直到脑死亡。就没有恢复意识的可能了吗？希望很渺茫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好不容易有个目击证人，这总不能审问一个在昏迷中的人吧？如果有可能呢？脑损伤能做到吗不一定。 2天，2个人。我预感这件事情还没结束，必须在下一个命案发生之前找到凶手，不然我也不会来拜托你。有条件。讲。我帮你破案，你让我入吴楚的梦。不行。吴楚是在押犯人，你没资格。陈思，你别。别什么？ 你在进门之前就已经知道我想要什么了，咱们现在不过是在讨价还价而已。告诉我你的底线。必须在大牢里进行，我必须在场，不能像白灵溪梦境那样失控胡来。成交。什么时候开始？我知道王婆不等人，但现在不能着急。 有很多东西要准备，我不能贸然入梦。哎，啊，叫我啊，过来。哦，一会儿你把天灯案的所有始末都跟我说一遍。啊，可我口条不太好使啊。脑子好吗？哦，还成。那就行。至于你。 我要你去一个地方。
第2名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，王婆的相好，广济药房的李医生。我也把大概的情况都跟袁先生说过了，说的挺清楚的。谢谢。东西找到了吗？我找到了这个。行，应该够用。那除了陈探长，其他人都出去吧。这是什么？产妇在准备临盆时，有经验的产婆都会让那家人撤掉席子，铺上一层细黄土，然后再让他们把这个草木灰用旧布袋缝制成灰袋，让产妇坐在上面等待临盆，预示着早生贵子，平安顺产。这些草木灰应该是王婆最熟悉也最常用的东西。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娘娘庙附近。跟送子半仙、李大夫还有王婆之间，到底有什么联系？你看现在这李大夫和王婆不就连在一起吗？来吧。水灵，哎，别害羞，来，救命！救命啊！有的留，没得丢；有的留，没得丢；有的留，没得丢；有的留，没得丢。据说此人能够预测乾坤，颠倒阴阳，改变腹中胎儿的性别。只要是吃了他给的药，产下的孩子都是男孩。有的留，没得丢。是这样。
我离开这里，离开这儿！你听我说，陈思，现在能救你的人只有你自己。还记不记得在白灵溪的梦里，我们是怎么对付老虎的？这里不只有王婆的梦，还有你的梦。是他杀了他们，是他杀了他们，冷静一点，陈思。陈思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。根本就没有什么送子仙丹。刘半仙从李大夫那儿拿了药，他需要做的就是把吃了药的产妇送到王婆那儿去。江城的习俗，在生产时，除了产妇和产婆，其他人是不能进入产房的。这就给了王婆机会。王婆把死去的女婴丢到河里，难免会被人发现一些。这帮畜生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陈思啊，其实对于江城百姓来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一个男丁意味着家族的香火可以延续。刘半仙这伙人就是利用了人的这个心态，才制造了送子丹的传说来谋取暴利。所以女娃就不配活着吗？那么，陈探长，这个案子你还打算继续查下去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刘半仙、李大夫、王婆，这几个人哪个不是罪有应得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随意决定别人的生死。为了伸张正义，滥用私刑，这和王婆有什么区别啊？所以这个凶手，我仍然要抓。在理。我们现在得回王婆的梦境里，这一次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。没那么容易，我们还是要从这里找到出口。这是哪儿？这是我学艺的地方。这是少年时的你吗？既然你能进自己的梦，为什么还要带着我？师傅，我昨夜做了一个噩梦。讲。我梦见我在一栋大大的、黑漆漆的剧院里，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座位，但是一个人都没有。不要！我想走出那间房子，但我怎么也走不出。这里是如梦剧院。这就是你不能进如梦剧院的原因。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7次了，不算上白灵溪梦境那次，已经7次了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你足足问了我7次。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，陈班长，你的工作应该是找答案，而不是问问题。袁不解，我刚刚也差点陷入险情。我有权提出质疑。你看看这四周，这里的地面会塌陷，河水会灌毒，任何一棵古树都可能开口把我们吃了。这个鬼地方没有一个角落是安全的。而我，为了帮你破案，来来回回多少次像踏青一样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如果我有什么私人的事情不想回答你，你闭上嘴，给我接受这个事实。你休想这么敷衍过去。8次。有的留，没得丢；有的留，没得丢。
有的留，没的丢。我是谁？你是王婆，你出生在江城。没错，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人是谁了吗？你的爹娘也是男尊女卑，认为男儿能养老，女孩是泼出去的水。你穿得破破烂烂，是他们不想在你身上破费。你背着镰刀，小小年纪就要帮家里干农活了，所以是你爹娘。你错了一回。答错了就得受罚，错3回，你就随我一同跨过奈何桥。是你弟弟，王婆，你还有个弟弟对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在你家发现过一个针扎的布偶娃娃，你叫王招娣。招娣，说明你父母还想要一个儿子，所以你恨你弟弟，把他做成了针扎娃娃。你相信这种歪理邪说可以让他走背字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没错，我就是恨他。凭什么？就因为他是男孩，我是女孩。 16岁那年，我被爹妈强嫁给了村里一个好吃懒做的赖子，我根本就看不上他。就为了给弟弟凑上娶媳妇的彩金，家里人就把我给卖了。王婆，其实你也是受害者。可是为什么成年以后你也开始加害于别人，助纣为虐？这又是何苦啊？我不过是让他们早点解脱罢了。女娃娃与其像我这般活着受罪，不如就别让他们到这个世上走一走。你撒谎！其实你一直在为自己做的亏心事感到不安。你每天焚香念经，祈求老天原谅你的所作所为，这说明你还有良心。你还相信因果报应的道理？你胡说！我哪有什么良心？我的心已经早变成了一个铁疙瘩。不信你听。侄子，王婆现在随时都有可能。我最挂念的人没了，我活着也没了念想。你倒是说说，我最爱的人又是谁？其实你一直念着的，是你已经过世了的孩子。我在你家发现了一对银镯子，那对镯子很旧，但能看得出来你很珍惜，时常擦拭它。那镯子很小，成年人根本戴不进去，可见你是买来给你孩子做辟邪之物的，对吗？什么辟邪之物？都是骗人的！我的孩子还是没挨过这一关。3岁那年得了天花病，我找了村里最好的大夫，却还是回天乏术。男戴金，女戴银，你的孩子也是一个女孩。本来我不信命，我想好好把女娃娃带大，让她不要再走我的路，受我的苦。可是这一切都像是注定好的，我还是抗不过命啊！王婆，我也是女人，你一定要相信，新的观念一定会取代糟粕，而旧的观念一定会被人所不齿。姑娘，你说的没错，可是我等不到那一天了。真生，我爱的死了，恨的也死了，一切是了无牵挂了。我们走吧。王婆，是谁杀了李大夫？谁杀了刘半仙？小娘，我来了，欠你的来还了。蒋氏秀娘29岁，江城丰都县人，15岁嫁给同县蒋村的富户蒋家，9个月前怀有一胎，之后被人介绍给介仁堂的李大夫看喜脉。蒋秀娘急着想要生男孩，于是李大夫就推荐她去找刘半仙。秀娘花重金买了刘半仙的送子仙丹，也就是安胎药。
可是这次秀娘生下的应该是个女婴，遭到了王婆的毒手。船家，还记得我吗？哟，这不是之前送入城的那位小姐吗？能不能载我们一段？我们要去趟南城。当然可以啦，来，上船吧。小姐，怎么样？来到江城，梦是否做得多了？可有听我的，找一个解梦师帮你算算？还真找了一位，就是旁边这位。哦，解的什么梦啊？刚入江城时，在你船上做的噩梦。嗯，是吗？那这位解梦大师怎么解的？其实一开始我还挺奇怪的，陈思小姐为什么好端端的会突发噩梦？不过当我了解了陈思小姐的职业后，我就豁然开朗了。船家你还不知道吧？这位陈思小姐，可是一位新上任的江城警探。那这个梦就很好解了，警探梦见鬼爬船。那是这个船不干净啊，他警察的直觉在潜意识里告诉他，这艘船有问题。哎，船家，前一段时间天灯会的时候，这个河上飘起一具浮尸的事情，你知道吧？大略听过。尸体是怎么浮起来的，大家心知肚明，但是怎么入的水，却困扰了我们很久。因为从一早开始，岸边就站满了江城的警察。是什么人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尸体运入河里的？我想没有人能做到。哦，有一种人，这尸体之所以没有被警员看到是怎么进的水，是因为在他们到达的凌晨，这个尸体就被绑在渡船的底下。你原本打算把船划出江城再抛尸灭迹，但是不凑巧，你遇到了这位陈思探长，你不得不载着他又把船驶回了江城。当时我跟刘半仙的尸体只有一个甲板之隔，我却没有发现。不，你已经发现了，这些信息都传进了你的大脑，并以梦的形式给了你回答。可惜啊，船家，原本在送完陈探长后，你还是可以继续实施你的抛尸计划。然而，发生了意外。你当时一定很惊慌吧？但是你又不得不强装镇定，继续划船。可能是我当时太紧张了，绑尸体的绳子系松了，刘半仙居然飘了上来。不，其实问题是出在三途河那段湍流河道，船底绑的尸体，船的吃水就变深了。那么船底的尸体跟河底锋利的礁石就会摩擦，礁石磨断了绳子，尸体自然就飘走了。而且那些礁石还在尸体上留下了很多很奇怪的划痕。所以我的判断也失误了，那些勒痕和伤口不是拷问造成的，而是礁石。尸体顺着河水流进了内河，正好和那些刚刚下水的百家灯缠在了一起。百家灯的浮力很大，尸体就被这样带出了水面。于是尸体点天灯，这样诡异的景象就发生了。所以这场所谓的人头点灯其实是个意外。不是意外，是老天爷暗示我，对于这种人，光受罚是不够的，还要让他们一经上油。于是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又用同样的方式把李大夫也点了天灯。而你这样的行为正好误导了警方，让他们认为第一桩案件中的人头点灯也是凶手蓄意而为之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谁而这么做。船家，不，张善。秀娘的父亲叫张善，职业是船夫。我现在都还记得，混秀儿在我怀抱里渐渐变凉的感觉。
师傅，师傅，爹，是王婆杀了我的孩子，是王婆。寿娘死后，我便跟踪王婆，很快就发现了她和那个李大夫的事儿。站住！还我寿儿的命来！然后石榴半仙。李大夫呢？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程家现在停船，跟我们回去吧。一把老骨头，经不起折腾。陈小姐，为你乘船也是幸事，让我的折磨早点到头。只可惜，我本想在解脱前将那个姓蒋的王八蛋女婿一块带走，毕竟不是他在秀儿流产后抛弃了秀儿，秀儿她就不会。完了，杀不完，杀不完，害我秀儿的人杀不完！别开枪！哎，你的水性追得上他吗？那也不能让他这么跑了。你认为他是真的想逃吗？我在想，王婆等人杀人手法如此拙劣，为何会在江城行恶如此之久？因为很多时候，人们总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，又或者，很多人自始至终就知道真相，只是不愿意脏了自己的手。探案、见伪、解梦、亏心，我们这个行当以后少不了要接受人性中的毒。那你能消解吗？我只希望很多年以后，能有那么一天，人们能改变，这个世界能变成我们期待中的样子。明日一早，我带你去鬼山监狱见吴楚。
人呢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我是花香淹没了色彩，忽然间我明白，这一切不存在，梦境之中不停黑与白。快来身上触摸这色彩，潜入我脑海，无声的我明白，这一切不存在，梦境之中不止黑与白，快来伸手触摸这色彩。潜入我脑海，无声的对白，潜入你脑海，在最后的时刻才踏出来。最后的时刻才踏出来。